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去看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古代军事遗址，历史悠久。走，跟我一起去看一下。走上这个楼梯呢，就感觉历史特别的悠久。哎，快看，那里有个城墙。你看到它的城墙啊，都是那种块石，非常整齐的、有规律的摆放在一起。这就是古代军事基地所用的防御墙嘛。可以看到这个墙非常的厚重，哇，只有1米多宽。这个城墙都是用那种大型的条石所构建，蜿蜒万米，俗称万米长城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万米是什么概念？哇，这个洞是干什么用的？感觉进来的时候好凉快呀！哎，看那里有一道门，好像锁住了。听说从这里进去呢，都会发现从另一头山头出去，这相当于一个密道，它就是天然形成的哈，怪不得当时的人会把这个作为军事基地。这里还居住了一户人家。可以看到，它这边都是有菜园的，一种我喜欢的田园风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像有人在做饭耶！哇，这里上面写着吃的，好像是一个农家乐。你吃饭吗？你看。哎，我正在弄饭，你也看过来了啊？哦，你们在这儿住好多年了？我们在这里住10多辈人了，住10多辈人了啊，10多辈人。这个房子是300多年房子，这个300多年的房子，大房子是300多年的房子，这个正房子。哦，这正房子300多年。后面住的都是换了啊，批房子时候啊，上去的哇，换后面住的哇，给银行打进去的。哦，这个香味儿的倍高多300多年都能保持像新的一样。新的新弄嘛，新路穿别路的墙能去看。人家还是完后生。那里还要搬些牙进去啊，那砖头啊，一挑都是换过的吧？哦。还挑不起，那几年少个平挑，去买的挑的换的。你还没吃那么多饭菜？我们吃了，吃了啊，我来就吃了。你做嘛，对不对？对？嗯。这家爷爷上人了，我们坐等的时候又落起来。又落了。是了嘛。还有结果子吧？你是？啊？是结果子吧？我觉得好看。
要叫啷名字我都不晓得啊，后儿水节了不晓得，不要叫啷名字。好像木棉花儿哈，好像。漂亮。好的。哎，开花儿没开过那就是爷爷的。哎，你开哪边的哇？这些是我个人的。哦，我这些还不是去点火缸都拿来了，点火缸都拿来了，我弄饭。你们这儿还有土啊？哟，是你在农村呐？哦。嗯。你这像世外桃源一样。世外桃源。好冷嘛好，你昨天爬好个，是你的这个昨天的爬吧？不，这种地方我觉得就像这种地方做些安逸，做些没压力。安逸的。那你们家人呢？啊，你们家人呢？我他们那里做活路还没来。哦，只是活了去了。嗯，在农村是要做活路。你好多岁了？哪个我啊？啊，我满70了嘞，这个年。70了。嗯。看起来很年轻啊。看起来比我们爸哈，他跟你差不多，我们爸又看起来有老多了又。我爸啊，你爸哪个没得70啊？我们爸都72、3了。哦。他头发都拔完了，我看你头发都还没拔。我的头发还不是白了，白了。染过没了？我爸他完全是拔了。哦，那你还可以。那染不了的，染了它不是越长哈。啊是。其实不染的话对身体还好点。嗯，小的了，没有染过。你喝水吧？啊，不用不用。不用。不喝。哦，你们关在这儿做300多年了，关。啊，40多辈人那个。40多辈人，那是从哪代开始？啊，考取建设去哈。哦。啊，留一早去啊，这儿么就做就在这里面做起了。哦，还考过进士啊？啊，投了个建设兵嘛。哦。嗯。可以的，那个时候考的进士。建设兵，这儿什么去了？进士兵。进士啊，考的进士。还有嘛？还有兵。在啥？啊，上会儿。我们可以看你们个进士兵吧？啊，可以看那兵吧？可以啊。我们看会儿啦。今天有幸可以看到这个阿姨家的那个进士匾，他说他们祖代是就得过进士的。哦，我这个房子好气派。多少？20块。哇，可以看到上面的字，但是年代久了，已经布满了灰尘，不是看得很清楚。哦，那个时候答进士喊当官没呢？也当官了哈。哦，也当官了哈。哦，因为答进士那个都那个。进士是啷个搞坏的嘛？大提琴哈。啊。等我小妹儿老板这句话儿嘛，他楼起的。他那些做猪局门那就没做完了嘛，找猪把这自由啃了。没了，搞猪局门。你走弄去看嘛，这一群啊，可以看到。他的名字是这句调的嘞哈，名字叫秦根普。啊，秦岭那魏庄红豆他的名字。你们姓哪呀？秦嘛。哦，姓秦。哎，又姓这个秦。后来我爸爸这就收回来的。哦，秦氏就是你们哈，秦山。秦氏这里面秦氏就是你们一个字吧？是嘛？这个是秦根普，这个考级进士，这个叫秦根普。秦根普啊。秦根普啊，魏庄啊，秦家那个石钟钟，就是他的名字。他这个应该是用东西框起来噻。是啊，框了下去。这上面还有就是他那做主角们那时候去来托这个字给年糕，叫他把都丢下来了。我爸爸他教过书，当过校长，今年80国庆啦，得7个年头了嘎，他去这些收回来的。哦，这个也好保存。那么上千年给老的养起来了。要保存好，这都是无价之宝嘞。是了嘛。这个是啷个在做的这？不晓得是啷个做的了。哇，确实现在楠楠这种文物很少了现在。啊，是了嘛。楠楠不。你休息会儿吧。现在就是这里面就只有你们这家人在这儿做了哈。只有你家人。阿姨都还搬出去了哈。阿姨亲戚嘛，各到四处的，他都跟搬去走完了嘛。他去农村，他要靠庄稼吃饭。后面就管理户在，我们以前都得要给管理户在做。哦，以前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做哈。麻为庄啊，琴行，你们不信你看嘛。我们以前就这个麻为庄的，砍上头就头做，有可以不放啊等。我们后来就在这边的做10多辈人了。你们做休息下不嘛？我们别在那边放。你先去忙嘛。我们刚才一进来就叫人家阿姨，其实人家已经70多了，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年轻。他们在这里已经居住了10多代了，可以看到他们房子还是依旧如新的一样，还是经过几次翻修才得以保存如此的完整。哇，看到那门前，好可爱，还有好多鸡呀。
这里一只懒洋洋的鹅在那晒太阳，我摸它一下。哇，它跑了，毛茸茸的，我真想摸它一下。它这个地基的石头堆砌的非常的平整，非常的规矩。然后这是它的另一侧，它这个楼房呢与刚才那个不一样，它是有2层的，而且还装有护栏。相比刚才那个房子呢，它这个年代感看起来要久远一些。哇，这个是一个鸡舍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现在呢，就只有奶奶一个人在家，她的家人呢都在附近的田地耕种。看来是一个勤劳的一家。从奶奶的谈话中啊，意外得知她的祖上是得过进士的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然后今天很荣幸可以看到她的进士牌匾。我看看它这个凳子还有特色，还有年代感。它是用那种整块的木头，然后随便打磨了一下，可以看到它这里啊已经磨损了，可能这个凳子也有一段的历史时间了吧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啊，现在呢只剩下他们一家在这里居住。这原生态的环境，风景如画的景色，让人想起了一首诗：世外仙境水连天，桃源景色醉人间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